朋友们，如果我问你，你幸福吗？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以前也做过路边的采访，说你幸福吗？有个人愣了半天，讲，我姓胡啊，我不姓福。讲个笑话啊。那今天我就要帮你去解开大马最幸福城市的一个谜团。为什么说一片谜团呢？我今天就带着你一起来看一下啊。你看，在我早上啊去 review Instagram 的时候呢，这个报道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你看，有11000多个点赞啊！大马最幸福城市 Top 10啊，第一名就是金马仑啊。我虽然没去过，但是南北大道上多次路过，也多次听说这个地方是挺不错的。第二名在吉兰丹，我没有去过。第三名在彭亨，我也没有去过啊。登嘉楼没有，柔佛古莱一直听说啊，我很快会去。霹雳我虽然没有去过玲珑吧，但是金宝、怡保、太平我都去过。我觉得好像还真的是够得上。马六甲我去过，我觉得挺不错的。这才排第7。你看第8，八达岭在野 PJ 啊，这个熟的不要太熟了，是我现在的第2家乡啊，雪兰莪。彭亨我又没有去过。我不知道这些看完之后啊，你怎么想？我呢看了看旁边的评论，他说你以什么为标准啊？怎么都是回教的州区呢？是不是回教的人就过得比较幸福呢？有些人讲啊，哎呀，你看没有槟城就不算数啊，是假的。还有人说怎么没有东马？不可能吧？重新检讨，大家讲的有没有道理呢？那我今天啊就是要解开这个谜团。你会看到我的屏幕啊分成2边，左边呢是我做好的笔记，你也会看到我的思路啊，右边呢是我打开的所有的网页，我会一个一个带着你显示出证据，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现在告诉大家了啊，这个我去过了几个，你去过几个，反正你觉得大马最幸福的应该是什么地方？我希望你可以打在评论区，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这样有幸福的地方我们一起去，不是挺好吗？那我首先碰到的第一个疑问就是，你告诉我说这个叫最幸福城市，那么请问到底怎么得出来的这个最幸福城市呢？我呢首先去搜寻了数据和方法啊，我发现一个事情，这个所谓的最幸福城市呢，是来自于尼可敏对外公布的一个报道。你看吧，尼可敏的大头照，他说法是大马城乡规划局叫 Plan Malaysia， 它呢是与各个地方政府合作，对受访城市居民进行调研的成果。我们再看它的数据，他说71%已达到幸福水平然后又提出了他们的这个 KPKT 的一系列的政策，也去点题了一下马达尼昌明原则。好，我们能掌握哪些信息呢？第一呢，它的幸福指数是按照百分比来看的。第二呢，这项指标好像是 Plan Malaysia 叫大马城乡规划局来做的。第三呢，它的方法是对居民进行调研。这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去登录这个网站，去找找看 Plan Malaysia 这上面能给我提供一些什么信息。因为我过去呢做了很多的数据分析，我很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像那些网友的提问，于是呢我就登录到了 Plan Malaysia 的网站我发现这个上面是一头雾水我登录这个网站基本上拿不到我想要的信息。我讲真的你不要看这样的一个网站，我把它的每一个 tab 它 downloads 中有些什么东西我都看了，没有我要的答案。那为了进一步呢，我们上网去搜我现在呢打开一个 Google 的 page，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 Google， 我用搜索方法点题 happiness OK， 然后呢我们的 site 这个网站就是在 planmalaysia.gov.my， 然后 file type 我用的我想要它显示的呢是 PDF。 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一共有35份 PDF，
符合 happiness 出现在 Plan Malaysia 这个网站内的，最相关的就是第一份 Evaluating Happiness Towards Sustainable 巴拉巴拉，好像是对的，对吧？因为关键词是 evaluating， 那应该会告诉你它是怎么衡量的。可惜呢，我帮大家试过了打开404根本就打不开这个有20页，曾经被谷歌抓取过，但是我现在抓取不了的一份文件。那么这个事情在 Plan Malaysia 上你就是怎么都得不到答案的。那如果把这个改为 KPKT 呢？就这个尼可敏所在的这个部一样的，我帮大家也看了这些文件里面也一样拿不到你所要的答案。同时呢，我也看了 Plan Malaysia 就像这些 Open Data 电子的数据和 KPKT 的网站一样是得不到的。说到这里，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KPKT 和 Plan Malaysia 之间的关系。在大马的部门当中呢，其中一个1级的部门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它的缩写就是这里，就是 KPKT。而它下面呢有一个城市及乡村规划局，也就是我们这一次出了这一份最幸福城市的这个部门，叫 JPBD。它的使命呢，包括做各种数据的研究，去做政策的调研，并且呢，会去持续的改进自己制定政策和统计数据的方法就是这个部门 JPBD。到底方法是怎么来的？我拿不到，那我们能不能上网也去看一看往年有没有其他的最幸福城市的数据呢？有的。你看这个就是潦草粗糙的地方了。今年的这个数据呢，新洲网把它称为叫2024大马最幸福城市，发布于2024年的3月份。那我们再来看这一份呢，叫2022大马最幸福城镇。它是23年的5月份，差了1年，但它显示的年份呢快了2年。其实呢，我认为这个称为2023更加妥当，因为别人直观的就会知道，今年这个发布的是对2023年的评价，而2023年呢，确实出了一份对2022年的城镇评价。那我们书归正题，来看看去年这个数据是什么样的。去年呢，这个数据特别有意思它是全国117个地方政府的评选，得首位的呢是居然我们看到居然的幸福指数这里又把它称之为叫幸福指数了。它呢是从 86.29% 飙升至 99.93%， 是全柔之首。同时呢，往上看也会发现它也是全马10大最幸福的城镇之一应该也是最幸福的城镇啦那当然官员都很开心，你看他们都纷纷剪彩啦、拍照啦这个也表明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和政策绩效。我没有停止搜索，在幸福这条路上还想要进一步研究，因此我接着你看我来看在以前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再往早有没有这个所谓的最幸福城市也好最幸福城镇也好有没有这样的数据？抱歉，我搜了半天没有了，看来呢只发布过2份最幸福城市。不过呢，更早的时候却有另外一样东西，叫做 MHI Malaysia Happiness Index 就在这里大家会看到 MHI。 奇怪当时你看他是谁这是首席统计师，隶属于 DOSM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of Malaysia， 他是马来西亚统计局的首席统计师，他来公布的叫大马国人幸福指数 MHI。 2年前再前1年发布的是另外一个指数吗？但我来细看这个指数呢，倒是有它好的地方。你看它罗列了所有的州属不再是城市的这个得分它是按照得分来着的，不是按照百分比，也有比较形象化的一些展示告诉我们各个州属的得分是多少，马来西亚的平均得分是多少。当然在这份报告当中他说纳敏是居首位，而
雪州呢是这个最不幸福的地方。这让我直观呢感觉也有些不对，他衡量什么能够判断经济较为发达的雪州是最不开心的呢？原来他评价了这么多啊，但好在呢这里还是有评价指标的，虽然这个指标啊非常多，至少啊我觉得是比较可信的。说到这里呢，我帮大家梳理一下，就是最近2年发布的最幸福城市呢，有最幸福城市 City 的说法，也有最幸福城镇 Township 这样的说法。这2年都是由 KPKT 发布的，而尤其最近1年是由它下面所属的 Plan Malaysia 来调研和发布的。不过我们找不到任何发布的依据是什么，怎么评选的，所有城市的得分是什么。那也有可能是我自己搜索的水平不行，或者这些数据是国家机密，本来就不对外开放的，这个呢也有可能。如果您知道，欢迎你告诉我，或者我哪里说错了纠正我，这个呢有助于我来学习。随着我进一步的解密呢，我看到了这样一条报道，他说in countries first happiness index DOSM finds 巴拉巴拉。原来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份统计师他在统计局发布的那一份文件呢，在这里被称作 first happiness index， 那才是第一份。就我们最近看到了2份 KPKT 的，在前面一份是统计局的。原来这个工作3个名字，3年3个名字，还跨越了2个部门吗？我再进一步发现，原来这个所谓的第一份 DOSM 统计局发布的呢，是2022年7月发布的。倪可敏，我们来看看他的信息，他是2022年12月上任的。那么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2022年12月上任之后，这个关于幸福的指标呢，由统计局转移到了倪可敏的 KPKT， 而且呢，统计方法它的偏向点，它的着力点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变革，这只是一种合理的猜测如果有说错的，还请纠正。好了，现在我盘清楚了，原来在过去的3年出现了3种指标，跨越了2个部门。好吧，那我不禁对如何去统计所谓的幸福城市产生了一些疑问。我们不妨去看看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哪些统计幸福指数的方法。我呢做了一个大概的搜索，我发现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这2个大码的指标其中最幸福城市呢，有时候被称为叫最幸福城镇我也来标注一下。在世界上还有这些指标一个叫世界快乐报告，它呢是联合国在2021年邀请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地区，在2012年首次发布的。似乎呢这个报告它所呈现的数据是非常多的，它的面向呢并不是特别多的维度，但是好像有道理。你看它讲的是人均 GDP、 社会支持预期寿命、人生选择的自由、慷慨贪腐等等，它通过这样一些有限但是呢还挺有道理的这些维度来评价你的幸福，好像我们还是可以白印的。而且它覆盖的国家地区非常多第二一个呢是以前好像挺为人所熟知的。第二呢还有一个呢叫快乐星球指数，这个评价呢它采取的也是对一些指标的评价，好像以前听说的还蛮多的 Happy Planet Index， 不过呢最近一份停留在2019年它也从2006年开始出现以后呢，很少再看到一些更新了有些标着新的年份，打开也找不到很多的数据。那这个又是一份。第3份呢是我在搜幸福指数的时候，居然跳出来一个叫全球幸福指数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国人指的是中国人说在这个指标里面中国列居第1，我一下子对这个指标产生了很大的疑问，真的吗？
你看它前面的国家，中国、沙特、巴西、印度一共呢却只有32个国家啊！原来怎么回事呢？是在早前一年的时候啊，这个所谓的世界快乐报告，它排名前列的都是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那么在有些发生战乱的地方啊，都甚至于要高于中国和中国香港，这导致呢很多人不满意哈，冲到联合国的网站上去发言啊，表达自己的不满，才有了这份让中国人更加满意的叫全球幸福指数。他的方法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样做的。他就是委托了一家调研机构，又是伊普索 Ipsos 对全球2万多名人进行了调研啊，它是对人进行调研的。你发现了吗？在这些里边，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一份最幸福城市，还有全球幸福指数，都是对人直接调研的。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可信呢？我有我的疑问啊，我随后会抛出来。但我知道呢，把中国排第一啊，显然是不可信的。我呢是怎么都不太相信这样的一个排法。不知道倪可敏啊是不是从中国的这种做法中汲取了经验和灵感啊，也采取了直接对人进行调研啊，进行排序的这样的一个神操作啊，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啊，最可信的还是这份世界快乐报告。不过啊，很欣慰啊，在这份世界快乐报告当中，马来西亚的排名啊还是挺高的啊。上面说呢，世界上的平均的排分呢，在0到10分当中啊，这份报告中说，全世界的平均人口加权得分是5.1分。那我们来搜一下马来西亚吧。OK， 马来西亚呢是42名，6.08分啊，比2022年的再前一年上升了5位啊，其实还是不错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这份上面，香港呢是71，台湾是33，中国呢是79啊。我觉得这个好像更加符合实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好，那最后呢，书归正传啊，我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我讲这个大马幸福城市是一个谜团啊。注意啊，我这里还是讲数据，我不是说大马生活不幸福，或者这些城市德不配位，它不算是最幸福的城市，而是呢，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数据，因为它和政府的工作，它和政府去改善人民的幸福情况是有关系的，而不只是一个报道出来，所有的文章、所有的媒体、所有的网民都在唱一样的基调，都只看到那些数据说，你看前10是这些，不去深究为什么啊，你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做，因为还是这句话 ，You get what you measure， 对吗？我首先说一下，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最幸福城市所排序的方法论是什么，那会有什么问题？我当然就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评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对民众去进行调研呢？这个准不准？你怎么得到他的答案啊？然后这些百分比意味着什么？79%，是这79%的人都觉得幸福吗？那还有什么选项呢？他回答什么？你觉得他讲的是幸福呢？而在尼可敏上任的2年的再前一年，国家统计局 DOSM 他们明明是用数字来评价的，他怎么转换为说从前一年的80%几提升到今年的80%几？他的数据难道还可以对标的转换吗？还有完整的排名是什么？144个地方政府能不能从第1到第144让我们都看一下呢？我也想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调研，他给民众会问哪些问题？是问一个你幸福吗？我姓胡啊，还是他会问一系列的问题，是一个比较科学的调研设计？我也不知道。那他问哪些问题的依据是什么？是像我们刚才看到联合国的世界快乐报告根据贪腐、自由啊、人均 GDP 啊这些来组成的，还是他有他一定的学术依据？我不知道啊。那么对民众进行调研，我也有一些疑问，到底对多少人进行了调研？他是在什么时候
对他进行调研的，对吧？你在一个人早上来调研的时候，比方说我儿子 Wilson， 你早上问他任何问题，他都是气鼓鼓的，这个叫起床气，那早上起来不开心啊。而你在大选的时候，可能又是情绪激昂，你在这个大雨啊，你在这个塞车的时候，别人自然是不开心的。他是怎么调研，什么时候调研的也不知道啊。同样呢，也有维度的问题。同时啊，我也有疑问，在尼可敏发布的2份报告中，前一份居然是99%点几的这个数据，它怎么就变成了今年金马伦的86%了呢？那么是否可以理解，在这个前10当中没有居然，就是居然已经从99%远远的被甩到了86%之后了？它怎么能够从很少上升到99%，又啪的掉下那么多？每一年会相差这么多，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还是统计方法、统计结果本身有问题呢？再有，这个数据，它为什么与民众的印象啊有很大的出入？你看大家的智慧还是很靠谱的，大家说没有槟城就不算，大家说为什么一个东马都没有，大家说为什么都是回教的州区啊？这个我们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呢？我这个不是太过较真，我是希望啊，通过这个研究，我们要确切的知道政府推出的是可靠的一些数据，那么政府才会有公信力，我们以后就可以更加依赖和确信啊政府所告诉我们的数据了。我这里边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从统计局转到了 KPKT啊，是因为它的统计方法发生了变化，不再需要统计局这么多 open 的经济和人口数据了吗？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研究的最幸福城市和房屋和地方政府更有关系，他们会执行得更好，和尼可敏的一些智慧城市啊，政府的房屋的一些改善的措施会更加有关系呢？这个我不得而知。不过我还碰到一个最奇怪的问题，就是这里提到了一个目标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再来看这个 Plan Malaysia 的一个头啊，他说他们的目标是125个城市能够达到 Happy City 啊，就是发生在2025年。我看到这个数据，我突然感觉，奇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因为统计的人他的职责是什么？他们是对这些数据收集以后完整如实的去发布数据，他怎么能够确保完成这个目标呢？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啊？举例来说，一个公司的财务，它可以说我们的财务指引是什么，明年会实现多大的盈利，但做出这个改变的是谁？是公司的销售部门，是研发部门，是运营部门。那你说财务中间收款的人，他能够讲啊，我要确保公司明年营收达到多少吗？比方说一个超市 99 Supermarket， 它的营业员他可以说今天我的目标是能够接到200名客户，能够把销售额做到10万马币一天，他能够这么说吗？为什么一个去分析报告、去制作报告的部门的头，他可以说他们的 target 是125个城市实现 Happy City 吗？对他来讲，可能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标准调低嘛。你把标准调低一点，125个城市不就有了吗？或者你可以去 massage 你的数据。当然我相信啊，他们一定不会这样做的，有可能是他表述的问题。他应该说他如何配合 KPKT， 让他的老板尼可敏达成125个城市实现 Happy City 的目标，那还差不多。所以啊，这个一盘乱账啊，到头来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我们缺乏这个依据。如果这个幸福城市和经济指标有关系，和人均寿命有关系，那就和卫生部有关啊，和经济部门有关啊，这个事情就不单单是 KPKT 这么简单了。哎呀，反正回到头来呢，我觉得至少啊，这个最幸福城市好像对旅游局还有挺大的促进作用啊！你看我看了之后啊，我就挺想下回真的去金马伦高原玩一下，去吉兰丹玩一下。去彭亨玩一下，登嘉楼原来还有这么漂亮的一个桥，我真的挺想去玩一下的。古来更是了，柔佛我是一定要去的。好吧，今天乱七八糟的讲到这里，希望你喜欢。
最后啊，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了，说明我们的品味相近啊，你也享受这个影片。如果你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到 WhatsApp， 或者帮我点一下点赞的话呢，算法就会知道，你确实挺有品味的。下回他会推荐更多的这样类似的视频给你啊，对我们都有好处。拜拜。